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酒桶绝活哥的一个中单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出装。酒桶这英雄也是开始有一些绝活开始掏了。这里一级的话是学艺，直接薅了对面半管血，还行。像那个强化攻击的话，只是对远程这个符文哈，它只是对远程英雄有削弱，对近战英雄其实是没有削弱的，所以像酒桶还是带无所谓。对方直接回家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控线，用 Q 打一下消耗，因为他想吃线的话，必须得这样走过来。这里拉开3级了，准备。对面 E 技能消耗确实有点，就就是手长嘛，所以打消耗确实舒服。这样的话，1血没了，给队友给拿了。像第一波的话，其实就是打瑞兹的那个血量打太多了。把他逼回家了，反倒是不好去1级就是线上去单杀对方。其实到了3级是有机会可以找，就是说那个残血的情况下是有机会的。这里一个一闪炸一下，但没有 A 出来，A 出来的话就死了，可惜了。下路2个人是有配合的，像双大招的一个击飞，基本上就是2个人集火一个的话，对面刀妹其实躲不了太多的控制，因为位是100%命中，就算是你打个减速，就石头人打到减速以后，然后位一个冲拳上来，就直接给大招。然后石头人接控制就好了。对面瑞兹也感觉挺肉的一个 Q 技能打对面也是不痛不痒的。这里。这里这样的话控了，打了个控制，直接炸一下，给到引燃 AA 掉了人头，E 技能顶一下，还好这把前期有剑圣送人头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后期的话能拿 MVP 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这里躲掉对方的一套技能。对面刀妹杀心很重用 Q 清线就好了。这里的话，他第一件是选择做巫妖，
这里的话，感觉伤害就高了很多，因为对面没有魔抗，只是血量高。对方瑞兹的话，应该是做的那个什么时光杖的。这里大招好的话，直接可以击杀了，一个一闪，大招都不用等了。电刑的话，还是就是之前我有发过一个带那个先攻的，确实有人评论说确实不怎么好，玩的不怎么行。但有时候也不能说每次都能录到很好的嘛。但这次的话就可以看到。这个绝猴哥的话，前期有优势，可以这样子。这里差一个 Q， 差一点。这刚刚那一波的话，技能已经全交了，秒不掉对方也没办法。对面瑞兹的话，应该是时光搭配那个大天使之杖，就那种又肉，输出也高。这里的话没有位置去打别人，打牛头的话其实不是很理智啊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薇恩这样子上，直接可以秒掉了，但大招还不放吗？哦，最后临死前放出来了，队友吃掉人头。那石头人好肥啊！对面的牛头玩的挺好的，一夫当关。刚刚的那波坏消息就是5打4，被对面杀了3个。然后这边好消息就是刚刚是拿了小龙，现在先锋都拿到了，那中路是肯定告破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中路就有很大的空间去游走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队友跟不上就不能从那边小龙坑直接穿上去。那样的话很容易直接送人头，因为你并不是肉啊，你如果肉的话还能浪一浪。这里的话可以来找刀妹，但刀妹好像打不过这个石头人，被那个谁啊，被那个打野抓的太多了，前期的一点优势没有，已经大劣势。那这样的话必须得来上路了，上路打得起来，位先倒下。一顶住一个大招，再秒一个剑圣的话，就一个平 A， 朴实无华的平 A， 收掉人头。这样子啊，这感觉酒桶的收割能力还是蛮强的呀。灵活的大胖子。这里赶紧撤。哦，还好啊，不过还是不行，没有控制，没有强控制。虽然说有露露大招，但血量已经太低了。刚刚下来的时候把剑圣带下来了，这不太应该啊。石头人有那个悟抗，但也扛不住瑞兹的伤害啊。刀妹的输出空间，看没有，玩成这样还能这么吸，也不能说这么吸吧，
还是能有收割残局的能力。上来推棒 ，A 出去，大招直接收掉，不要犹豫，尽早的把他们减员，然后把经济吃到以后，要加速一点，把那个大帽给做出来。这把前期主要是有优势，所以才选择这样子做。如果没有优势的话，你清线能力肯定会稍微差一些，这种情况下你要最好是做卢登哈。所以左下角的推荐装备还是卢登，但会根据不同情况，对吧？绝活哥的话会有做出那种装备调整。哦，这里找到维恩，把维恩先秒掉，很好的一个机会。这里的话，两个人打刀妹，拉开，不要让刀妹粘上了。拉开以后，你就可以利用 Q 技能去打消耗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大招炸回去，人头的话给队友吃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龙是可以拿下来的。甚至回去把帽子做出来，这样的话可以尝试大龙，看对面敢不敢拿吧。拿的话，其实那个谁，9筒的大招一套伤害，其实 Q 技能加大招伤害，其实有几率抢龙的。对面少人也敢打，这样子顶一口。直接大招吗？没有，可以一闪，直接一个大招，这伤害太猛了呀！手游的数值确实会比端游高很多啊，这个9筒。那现在的核弹流9筒又出现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做个切魂法典。这里想尝试找机会。这里过去炸一个，打个消耗，但没有秒掉对面的剑圣。中路的话，可以把塔收掉先。那好，队友那边还是可以的。那这样的外塔其实可以推掉。还有没时间了，那个大龙 buff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外塔的话就突的有点难哦。但牛头这样子控制刚好，队友后排的话。就是如果你吃到控制的情况下，你第一时间可以把大招交给后排，让后排没输出来跟输出来打消耗你，或者说打爆发。这种情况下，牛头就算控制也无所谓，就是变相的一种控制抵消，你知道吧？这样的话，回家可以直接4件套了。然后最后一件选择做王冕，因为对面是有强开的。
哇，这伤害太猛啦！这牛头在这儿，他的队友呢？队友跑了，这里直接一闪，再2技能哦，直接 Q 技能，好像是平 A 吧，还是2技能的强化普攻，直接把人给秒掉了。像有盾的话是伤害没那么高，就是有护盾的话是双抗会高一些的这个塔。像没护盾的话就很快会被秒掉，所以有塔的时候，有护盾的那个水晶的时候，没那么容易推啊。如果你要觉得很容易推，然后去强行推的话，可能送掉。啊，这局还没爽够呢，就对面投降了。那行，我们直接爽下一局，好吧？好了，这波我们直接爽到了第2局啊！第2局的伤害，第2局好像就是按了那个左下角的推荐出装来做的装备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件炉灯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哈。这里直接闪现上来打一个。这里的话，他选择是带的符文是不一样的，带了海闪。因为你带那个骸骨的话，对面手长一下子就能把你的骸骨给破掉了。这里把它果子给吃掉，但是线上的话也杀不了对方，更多的是压住，然后让对面兵线上亏，然后能尽量的去把对面的塔皮吃一吃。在这个位置拦住就好了。对面交闪，这样的话是跑不掉了。但也还行吧，经济上还是持平的。就算是对方拿着人头，也并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哦，野区的话是打了起来，不急了。像9桶前期这种蓄满的 Q 炸出来，伤害是蛮高的，清线很快。像这局的话，一定要是尝试说怎么说呢，就是让对面的中单还有打野一直拖住对方，不给对面那个去抓上路和下路的机会。这边闪现好了，但对面的进化应该也是好了的，可以尝试去骗一下对方的那个，但是这里怒怒过来了，但是他又走了，没有配合呀，路人这种，但他们还是没跑掉。
可以。中路的话，把对面的打野给搞过来。哦，那边打野在这儿，双路的话是往中路靠了的。这种情况的打9下，打野的话是没看到小地图，其实已经不能再打了。这9桶走了就不能打了。哦，对面闪现爆，上路赶过来了，但没什么用。哦，这里辅助帮忙卡了一下兵线。这里稍微卡一下兵线，因为这波兵线卡的话，对面是很难受的。这 Q 到了，对面先攻打不出来了。这波线的话，可以尝试越了。伤害应该是够的，二技能急跑过来，但是被推开了，差一丝血。其实那波如果 A 出来的话是可以收掉的，但对面打野是一直在这里待着。铁男往中路靠，但没有想的是找人吗？哦，小龙要刷了。所以过来拿资源的，这样的话，对面打野一直来中路走的话，其实他的节奏是很差的，他不能去不去边路抓，因为打野这种现在的打野去中路抓，其实有点耽误时间，基本上都是抓边路，才能说啊，根据那个刷野的过程中去优化自己。这里对面一直把 A 残了，对面应该没有闪现了吧？大招炸过来，一技能顶一下收掉。还想再吃一波线，但对面中单往下路靠了，格温在，可以远程打波消耗，还是不用去了。队友应该是被掉了。哦，这里格温在这儿，二技能，这边越塔了，跑不掉了，有点弹过头了感觉。他这局的打法呢，危险系数很高，但是能压制对方。所以绝活哥这边是选择一个激进的一种打法。这里找个盲视野地方，但被拉到了，那就直接顶前面的这个人。桶炸到2个，直接炸残了。对面辛德拉很稳，对面有那个中路和边路都是大后期，还有格温都是大后期，所以打得凶一点，前期打凶一点，是保证队友能提早发育，就压力全都给到中路嘛。对面万豪应该有大招吧？
这里炸过来，这就是酒桶的一个找机会能力啊。格温来了，不要理他。格温的话，一套伤害打完了，他其实就比较废了。哦，这里找机会顶。哦，下一波的话，有了这个 CD 书窃魂法典，这样的话可以看看要找机会。可以看到这位绝活哥，他总是能在团战的时候找到机会，去给对面一个致命一击。对面的卢锡安在上面，落单的好像，那有机会了。这里闪过来，精准找到对方，那推推棒没命中，E技能接 Q 收掉。然后赶来中路收掉拿下一个双杀。这样的话，二塔可以守了。然后小龙的话，对面是没办法出来接的。但格温在那里一直在推二塔呀。这里的话得去上路蹲，这里的话还是有机会的。找到辛德拉，秒掉了。就有卢登的这个 Q 技能伤害真的好高哦，先手的话，这里顶到海闪拉开，对吧？鬼术妖桶是吧？已经酒桶已经神出鬼没了比妖姬还变态。推推棒再拉开，这里过来打万豪的话，只要是拖住他，自己杀他，想单吃他的话，就有点，千万不能交大招不能交大招的话，下一波想找机会的话找不到。这里的话找了一波，但好像炸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。那这样子过来，把他大招给骗掉了。这边天使大招交的很随意哦。顶一下，救下队友。诺诺追得很凶，对面掉2个点了，可以直接拿大龙了。哦，这里全都是野。哦，辛德拉还在这边的。E技能接大招炸开哦，但是 Q 没有 ，Q 丢的太近了。万豪过去了，这里的话找机会就找对面卢锡安就可以了。格温来了，顶一下格温。但龙被抢了，这有点极限了呀！这打野没有惩戒吗？还是惩？刚刚没有注意看。顶一下，然后推推棒拉开。这一套。连招小技巧 ，WEQ 然后再推推棒往回拉，就拉开那个拉一点攻击距离嘛，避免近战去黏住你打消耗。
如果对面残了啊，是吧？往后跑，那你就推棒就可以往前放，而不是往后放。这里利用 Q， 然后去探草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没人过来，说明这边是没有眼的。啊，但是被探照到了，赶紧往后撤，顶一下。点万豪发现队友打起来了，是回头的。这里 Q 打手去让万豪的二技能打不住消耗。这边铁男姗来迟，一闪没命中呀！命中了的话，可以对面就死了。应该是贪了那个残血了。这里开克斯闪现顶过来，上一波龙如果没被抢掉的话，其实这里拿到这条大龙的话就可以一波了。可惜啊，上一波被抢。看这时间的话，估计还得拖到下一条大龙。到处都是眼，就像这种高端局，眼的话真的是无处不在。像这里面4件套了，大猫做出来伤害完全是够了。其实3件套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尝试说做金身，然后通过闪现直接去对方后排，就一闪到对面的后排，然后直接打输出就可以了，秒掉对面后排玩这种玩法。但现在的话，对面前排比较顶，然后天使的话已经到了后期，对面往这边走了，但被推到了，那直接有闪现，二技能的回血还是很猛的。像酒桶使用二技能的时候是有会恢复生命值，而且能抵消一些伤害的。这里的话直接大招秒掉对面天使，开大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然后这里万豪一直在这边后排叫啊，这里在顶住，伤害太高了。
这里拆掉2座塔的话，哦，只拆掉1座，下路塔还没拆，想去动，但好像又拆不掉，那就撤吧。没技能，而且血量非常的不健康。选择做的是这个王冕。对面辛德拉的那个推伤害很高，还好这里竟然是9桶把龙给收下来，真不容易。像你们9桶的话，如果你们喜欢快点是吧，把伤害叠起来，可以选择带那个僵尸守卫的。准备要1闪吗？哦，对面推棒过来，爆了一个肉回去，辅助死了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会是爆了个辅助呢？不应该爆一个射手或9桶都好。对面的 WE 推就是那个辛德拉的推得很准。很多时候想找机会都是被对面推掉了。哦，这里秒掉了。辛德拉，你玩得稳的那种，你很难找机会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1波了，2技能一砸，再 A 2下收掉这个塔。那行。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